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还有脸书，还有 Instagram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4年的7月8号，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4集的词汇。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学过了钙这个字了，今天我们来学习更多关于这个生词的一些用法啊。好，欢迎大家，今天老师就不叫大家的名字了，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。今天理查老师跑了几步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11270，中文要怎么说？11270，我们再看一遍。11270。好，欢迎大家。哇，佳妮，好久没看到佳妮了啊。好，11270，我们每天都来练习中文的数字，慢慢的你会越来越熟悉啊。好，也欢迎脸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的同学，你们一定要记得到 YouTube 来订阅老师的油管频道。老师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是 Richard Chinese Language， 请记得来 YouTube 订阅老师的视频，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老师看到林子 Hello Mandarin 11270步，佩霞温馨11270，裴静 Henny 宋平11270步。好，还有春娇安杰你好 Sierra 11270步，还有佳妮，还有 C 同学11270步。好，有同学问老师说，老师我可不可以说270步？可以的，不过呢在台湾我们会念11270步，在大陆的话其实你可以念270，你也可以念270，那就看这个地方这个地区大家是怎么念的，其实都听得懂啊。好，Sicon 11270步，还有吴 Calling 欢迎11270哦，很好。Halloween Mandarin 佳妮已经帮好加了哦。好 ，OK， 太棒了，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。今天我们只需要学一个单词，学完我们就可以下课了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钙的 Part 2。好，钙的第二个用法是什么呢？我们上个星期已经学过了钙当作名词的用法，我们有锅盖，我们有笔盖，我们还有车前盖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引擎盖。那今天我们要学习钙的动词用法。好，钙当作动词 to cover， 动词哦。好，它的意思是把某物放在另一物上来保护 protect 保护，或隐藏 to hide to conceal。 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通常我们中文说盖当作动词的话，我们可以用盖子去保护一个物体，保护另外一个东西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例句，他用锅盖把盖子他用锅盖把锅子盖住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吃过火锅？如果你们吃过火锅，就知道什么叫锅子锅子通常用来盛汤装食物、装汤、装火锅的容器 container， 容器我们就叫做锅子。好，那锅盖当然是锅子上面的那个盖子，我们叫锅盖。好，这里的盖当作动词，盖住 cover， 盖住。好，那么如果锅子盖上了锅盖之后呢，通常可以保温，这个锅子里面的食物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冷掉，可以保温好 OK， 好，欢迎大家。好，那么各位同学特别注意，
我们的盖如果当做动词的话，通常会加上一个补语，我们可能常常会用到盖住，或者是盖上。好，所以盖住跟盖上就是把盖子放在容器的上面的意思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词汇我们应该学习的。盖紧，好，盖紧不只是盖上哦，你要把它盖得很密、很紧，没有空隙，这个叫盖紧。再来盖上，盖上一般我们是一个最基本的用法，把盖子放在某个东西上面。还有一个用法，请你们特别注意，就是我们中文会说盖上棉被。各位同学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棉被吗？你睡觉的时候，如果你觉得冷，我们可以盖上棉被 blanket quilt 棉被。好，夏天很热，我们有时候是不盖棉被的。冬天比较冷，我们如果觉得很冷，我们要盖上棉被。如果一个棉被不够，我们可能要盖上2个棉被哦。好，盖棉被。像小宝宝睡觉的时候，妈妈很细心，会帮小宝宝盖上棉被哦。好，这个特别注意。好的，我们还有一个词汇很重要哦，叫覆盖。覆盖，好，覆盖的意思通常是大范围的东西，大范围的盖在另外一个物体上面。OK， 所以是 all over 的感觉。那我们常常会用，比如说，如果你有爬山，山顶上面是不是常常会有很多雪，大雪覆盖了山顶 ，mountain top 山顶，所以你看到很多雪覆盖在一个东西上面，大范围的啊 ，like a big range 啊，我们可以用覆盖啊，覆盖的意思哈。好的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练习题，我们多做一些题目。好，第一题，天冷了，天气变冷了，温度下降了，天冷了，妈妈、孩子、毯子、盖上、帮。好，毯子 blanket 毯子。好 ，OK， 那你们知道答案吗？好，你看这个妈妈哦，她怕孩子冷，因为天气变冷了，气温下降了，她怕孩子睡觉的时候会着凉，所以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天冷了，妈妈帮孩子盖上毯子，非常好。用保护盖覆盖在全部载具上面。保护盖子，载具，我们好像比较少这样说啊。好，天冷了，妈妈帮孩子盖上毯子。好，特别注意，我们中文会说盖棉被、盖毯子。哦，好，天冷了，妈妈帮孩子盖上毯子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是不是妈妈了？如果你们是妈妈，你们一定会担心小孩子感冒着凉，所以你们会去看小孩子睡觉的时候啊，你们会去看，小孩有没有觉得很冷？我是不是应该帮他盖上毯子？哦，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大雪了整个覆盖。好，我再说一次哦，覆盖就是大范围而且密集的分布在一个地方。好，这个是覆盖的意思。某物大范围且密集的分布在一个地方。好，山头，山头就是山顶 ，mountain top， 山头，或我们可以说山顶也可以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昨天 Peter 遇见了习近平主席，真的吗？你遇到了习近平啊？那你有没有跟他握手？你有没有要他的签名？好，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头，答对了。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头。老师，什么叫整个？就是全部的意思。全部的山头都是雪。好，
整个就是全部 entire。好，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头。好，大雾可以，如果我们用大雾也很好，雾就是 fog， 大雾。雾通常就是比如说早上的时候，湖泊上面会有一层水汽，那一层水汽会阻挡你的视线，看不清楚，那是雾，大雾。好，这个有时候湖泊上面会有一片雾好，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头，大雪覆盖了整个山头。好，大家都答对了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分享老师的频道跟视频好，大家记得要来 YouTube 订阅老师的视频跟频道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盖还有什么意思。好，我们另外一个词汇叫盖过，这个词汇特别注意，它的补语是过，过有一点 over， 所以我们用盖过一般是用某一个声音掩盖住另外一个声音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们上课的时候都在讲话，老师要用更大的声音来盖过你们聊天的声音。所以如果我说盖过，一般来讲我会用一个更大的声音来超过或掩盖住你们的声音，这样老师上课你们才听得到我在说什么。所以盖过通常用在声音上面声音上面。好的，比如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面很吵，那老师上课就要更大声，老师的声音要盖过你们的声音好 OK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，学生的吵闹声。吵闹声就是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在那边聊天，那整个教室都会变得很吵吵闹声。好，声音 voice， 老师盖过了上课的，老师在上课，结果学生都在聊天讲话，教室变得好吵，所以你们一定听不到老师上课的声音。好，所以我可以用盖过这个词汇音乐的声音盖过了妈妈的声音，所以温馨听不到妈妈在说什么。很好的句子。学生的吵闹声盖过了老师上课的声音，非常好。学生的吵闹声盖过了老师上课的声音，非常好。学生的吵闹声盖过了老师上课的声音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如果在教室里每个同学都说话，那教室就会变得很吵闹，老师说什么你们就听不到了。学生的声音盖过了老师的声音好，所以这个词汇特别用在声音上面请你们特别注意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另外一个词汇叫掩盖或者是遮盖。好，那么我们其实是把盖当作补语那掩盖跟遮盖就像英文的 block， 比如说可能云遮住了太阳，我们可以说云掩盖住太阳或者是老师用手帕，老师很害羞理查老师很害羞，老师拿手帕 handkerchief， 老师用手帕遮盖住我的脸，因为我很害羞，老师用手帕遮盖住我的脸。所以很多同学，特别是女生你们是伊斯兰教的这个你们信奉伊斯兰教，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穆斯林的女性，她们会用那个 hijab， 对不对？ hijab 遮盖住她们的脸，不让别人看到她们的长相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遮盖。特别我们用遮盖
来形容穆斯林的女性会用 hijab 遮盖住他们的脸啊，这是他们的文化跟宗教啊。好，所以掩盖跟遮盖我们可以用来形容 to block 某物挡住另一物，使看不见。所以我们看不到穆斯林女性的脸，因为他们用 hijab 遮盖住了他们的长相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做题目。对，用手帕遮盖住脸啊。好，遮盖月亮住乌云。好，这个住可以用也可以不用，没关系，都可以啊。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？乌云遮盖住月亮，很棒。什么叫乌云？就是黑色的云，我们中文会叫乌云，不要叫黑云哦，不要说 black cloud， 中文没有黑云，我们用乌云，乌云 dark cloud， 乌云。好，乌云遮盖住月亮。好，乌云遮盖住月亮。好，陆羽说月亮被月亮遮盖住了，月亮被乌云遮盖住了，月亮被乌云遮盖住了，我用口罩遮盖住我的脸。我们可以说口罩遮盖住我的脸就好了，不用加我用啊，口罩遮盖住我的脸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因为如果你说用口罩遮盖住脸，那个感觉好像是你是这样子的，你用拿的，你拿着口罩遮盖住你的脸，那可能发生火灾的时候你会这样做哦。所以我们只要说口罩遮盖住我的脸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说我用，感觉可能有浓烟火灾了，所以你要用口罩遮盖住你的脸，让你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好的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最后一题，真相 truth， 真相就是真正的情况，事实，真相就是事实。好，那真相的反义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真相的反义词就是谎言。所以呢很有意思，就是现在很多政治人物最喜欢说谎，他们呢明明知道真相 they know the truth but they still lie。 说谎是一个动词 tell a lie， 谎言是一个名词 OK a lie。 所以各位同学，老师希望你们知道说谎跟谎言的不同。说谎是个动词，谎言是一个名词。我们有时候会说谎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是故意的我们有时候会说谎。那我们说出来的谎，我们可以叫它谎言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谎言了，对不对？特别是政治人物，他们明明知道真相，但是他们还是说谎好，那么有时候你说谎是为了让对方不要那么痛苦，不要那么生气，这样的谎言，这个英文好像叫 white lie， 对不对？ white lie， 这个我们中文叫善意的谎言 a kind lie， 就是你说谎的原因是你不想让对方生气或更难受，所以这个中文叫善意的谎言，非常好，善意的谎言 white lie， 善意的谎言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而说谎，你是希望他不要生气，你希望他过得更好，不要想太多，开心一点，所以你逼不得已，你没有别的选择，你只好说善意的谎言，善意的谎言不可以陆羽，发生车祸的话，警察是封闭马路，把马路封闭起来这个不是遮盖把马路封闭起来。好 block the road
我们中文说把马路封闭起来，仅因为发生了车祸，警察把马路封闭起来。对，善意的谎言啊。好，我们来做题目，真相掩盖住政府。好，政府掩盖住真相，政府不想让人民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政府掩盖住真相。他不想让人民知道真相是什么，所以政府掩盖住真相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国家的政府会不会掩盖住真相？他不想让人民知道实情。政府常常说谎，你们的国家的政府有没有常常说谎？政府是不是常常掩盖住真相？掩盖住，使人民不晓得，看不见，也听不到，也不知道啊，会有同学说会，老师，我们国家的政府常常掩盖住真相，我们的政府常常说谎。对，好，谣言一般是像英文的 rumor， 谎言是个人的，谣言是我告诉你我不确定的事情，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相，我不确定的事情我告诉你。比如说蓝墨Ben老师结婚了，然后蓝墨又跟林子说，林子我跟你讲 Ben 老师结婚了。林子又跟佳妮说，佳妮 Ben 老师结婚了。其实 Ben 老师没有结婚，这个是谣言，一个传一个 rumor， 一个传一个，这个叫谣言啊。好，中文有一句话说谣言谣言。各位同学，如果你听到谣言怎么办呢？中文有一句话叫谣言止于智者，就是聪明的人，智者就是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 ，wisdom, wise people。有智慧的人，他听到谣言，他不会相信，所以谣言让聪明的人听到，他不会再告诉另外一个人。中文有一句谚语叫谣言止于智者 ，stop 止于。聪明的人是不会相信谣言的，谣言止于智者。好，陆羽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很喜欢掩盖真相好，泰国的政府常常说谎，对，好，政府常常说谎，我觉得没有错。谣言跟八卦是不一样的，八卦是我们之间聊一些 gossip， 谣言是一个人传一个人，一个人再传一个人。当然你聊八卦的时候，这些八卦也有可能是谣言，是假的，不过谣言强调的是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美国掩盖住抖音，抖音不能用掩盖吧，可能是用封锁好，我可能会用封锁，我不会用掩盖好 OK，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。我们除了学盖这个词之外，我们也还学到很多相关的词汇，希望大家知道怎么使用好，明天我们继续来学盖的 Part 3。各位同学晚安，明天见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帮我点赞支持老师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